大家好，又是我肥肥。今天我要來分享金瓜芋頭糕的食譜。看完這一集影片，你就能輕輕鬆鬆做出好吃的金瓜芋頭糕。那麼我們現在就開始吧，請訂閱我的頻道哦，你們的訂閱就是我堅持的動力。每逢星期一、4、6都會有視頻更新哦，請多多關注。一開始我們先來準備食材，我們把蒜米給剁碎。這個蒜米是等下我們要拿來炸成蒜米紅蔥酥的。小紅蔥我們把它切成一片一片就可以了。這個蒜米紅蔥切好後，我們不要摻在一起哦，因為等下炸的時候，我們先會炸小紅蔥，才來炸蒜米。金瓜我們就把它切成一小條一小條就可以了。切完了金瓜，我們來切芋頭。芋頭也是一樣，把它切成一小條一小條就可以了。我們先來看看金瓜芋頭糕所需要的材料：蒜米30克，小紅蔥45克，金瓜100克，芋頭100克，粘米粉250克，木薯粉15克，胡椒粉半茶匙，雞精粉8克，清水400 ml。我們拿一部分的金瓜放入小鍋裡，我們要把這個金瓜煮軟，然後把它壓成泥。因為我想要金瓜芋頭糕做出來有一點橙黃色，所以我會把一部分的金瓜煮軟後壓成泥，再把我們的木薯粉、粘米粉全部倒入這個金瓜泥裡。我們可以慢慢的加入清水，一邊加入就一邊攪拌。我們要把這個米糊攪拌均勻，攪拌到無顆粒狀。攪拌均勻過後，我們就可以把雞精粉還有胡椒粉全部倒進去，然後繼續的攪拌均勻。現在我們拿一個鍋，加入多一點點的油，然後我們要爆香我們的蒜米紅蔥。我會先把小紅蔥倒下去爆香，因為小紅蔥的水分比較多，需要炒比較長的時間，它才會轉成金黃色。當小紅蔥開始轉色了，我們就可以把蒜米倒進去，把它們炸至金黃色，炸至有香氣。我們把蒜米紅蔥炒至淺淺的金黃色過後，我們就可以關火把它盛起。我們把油還有蒜米紅蔥酥分開。我們留一點點的蒜米紅蔥在鍋裡，還有一點點的油，然後我們就可以把金瓜還有芋頭倒下去，把它們炒一炒。我們只需要把金瓜和芋頭炒一炒，炒均勻過後，我們就可以把剛才調好的米糊倒下去。米糊倒下去過後，我們用小火不停的翻炒，我們要把米糊煮至濃稠。我們記得要不停的攪拌哦，因為底下會結團，會粘鍋。
當米糊開始濃稠了，我們就可以把剛才拿起的蒜米紅蔥酥倒下去，然後我們繼續的炒，繼續的攪拌。我們要把這個米糊炒至更加的濃稠。當我們把米糊炒到乾身成團了，就像這樣，我們就可以關火，把它盛起，把它裝入我們要用來蒸的蒸盤裡。我們把它鋪平過後，就可以把它放入鍋裡，用中火蒸40分鐘。40分鐘過去了，當我們試到這個金瓜芋頭糕已經完全乾身，沒有濕濕黏黏的，我們就可以關火，把它拿出來，放一旁，讓它冷卻。現在我們來看一下金瓜芋頭糕的菜譜配料：蒜米紅蔥15克，豬肉碎50克，甜菜脯100克，白糖半茶匙，鹽半茶匙，醬青1/4茶匙。我們把剛才炸蒜米紅蔥的油倒回鍋裡，然後我們把蒜米紅蔥倒下去爆香。當蒜米紅蔥炒到有香氣過後，我們就可以把豬肉碎倒下去，把它炒熟。我們一定要把肉碎炒熟哦，因為這個肉碎我們要鋪在蒸好的金瓜芋頭糕表面。如果你們不要放肉碎也是可以的，單單放菜脯也是可以，沒有問題。當肉碎炒熟後，我們就可以把菜脯倒下去，然後把它炒一炒，炒均勻，炒香。我們要把豬肉碎和菜脯炒熟、炒香。如果你們要加蝦米也是可以哦，可能會更香也說不定。當菜脯和肉碎炒熟、炒香後，我們就可以加入調味料。我們把白糖、鹽還有醬青全部倒進去，然後把它們炒一炒，炒均勻過後，如果覺得味道 OK 可以了，我們就可以關火，把它盛起。當我們的金瓜芋頭糕放涼後，我們就可以切片擺盤，然後把我們的菜脯配料鋪在表面。如果要更加的好看，可以切一點幼幼的辣椒絲，還有青蔥絲鋪在表面，就完美咯。我們先來個溫馨提示吧。如果想要金瓜芋頭糕蒸出來呈現橙黃色，我們可以拿部分的金瓜煮軟，壓成泥，加入米糊裡。如果喜歡吃蝦米，可以在金瓜芋頭糕裡或者菜脯配料裡加入蝦米。我們在炸蒜米紅蔥酥時，紅蔥要先下鍋炸，因為它的水分比較多，需要炸比較久。當紅蔥開始轉色，我們才下蒜米。金瓜芋頭糕的厚度會影響蒸熟的時間，所以在時間方面，你們可以自行調整哦。菜脯配料裡，如果不想用豬肉，可以用蝦米來取代，或者單單用菜脯也是可以。下課下課，吃金瓜芋頭糕嘍！完成嘍！這就是我今天的作品——金瓜芋頭糕。金瓜糕裡有芋頭，芋頭糕裡有金瓜，好特別的組合。
金瓜糕吃起來是綿密的口感，芋頭糕吃起來呢是鬆軟、比較扎實的口感。兩者結合起來，又可以吃到金瓜糕的綿密，又可以吃到芋頭的鬆軟，口感剛剛好，在兩者之間，不會太軟，也不會太硬。看完這一個視頻，馬上買材料回家試試看，真的很好吃，沒有騙你們的哦。上面的配料我用了甜菜脯加肉碎，可以吃到甜菜脯的脆口，也可以吃到豬肉的香氣，搭配着金瓜芋頭糕一起吃，簡直就是完美哦！今天的金瓜芋頭糕成功，分享食譜與美食，輕鬆在家做料理。希望我們的分享可以讓大家輕輕鬆鬆做出美味料理。好啦，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，大家記得要幫我們點讚、留言、訂閱和分享哦，謝謝大家。